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感到被命运束缚，觉得自己无力改变现状。但是《了凡四训》这本古老而智慧的书籍告诉我们，命运并非固定不变，而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改变的。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通过向内求索来实现人生的蜕变。作家费勇在一次课堂上探讨命运这个话题时，发现满屋子原本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一听到命运二字就皱起了眉头。有人抱怨出身不好，没有背景，打工多年仍在底层徘徊；有人感叹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那些出生在罗马的幸运儿。面对学生们的颓废情绪，费勇摇头说道，命运其实是你看待生命的角度，完全可以自己设计。随后他讲述了明代袁廖凡的故事，并结合自己对《了凡四训》的解读，深入剖析了何为命运。费勇曾写过一本《了凡四训详解》，在书中他结合哲学和心理学，从不同角度阐述了《了凡四训》的核心要义：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当你读完这本书，就不会再纠结命是天定还是人定，而是会用全新的视角将命运还原为内在的生命走向。只要凡事向内求，去成长，去改变，命运就永远是一个变量。这才是一个人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。让我们先来看看袁廖凡的故事。袁廖凡本名袁学海，14岁时遵从父亲遗愿开始学医。一天，他在山中偶遇一位得道高人，这位高人能掐会算，预言了袁学海未来的人生轨迹，包括科考名次、官职升迁等。最让袁学海震惊的是，高人还说他这辈子做不了大官，也生不出儿子。袁学海半信半疑，但接下来的20年，高人的预言一一应验。于是袁学海认定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，开始混日子，不思进取。然而命运的转机出现了。1569年，袁学海遇到了云谷禅师。在一次长谈中，云谷禅师痛斥袁学海被算命的话所束缚，是可悲可叹的凡夫。这一番话如当头棒喝，让袁学海如梦初醒。从那天起，袁学海改名为廖凡，意味着要了却凡尘俗事，重新振作。他开始勤奋学习，博览群书，精通法律、礼数、兵备、河曲等各方面知识。同时他还积极行善，修路铺桥，接济灾民，帮扶孤寡，赢得了百姓的爱戴。结果仅仅1年后，在原本预言只能考第3的礼部考试中，他考了第1名。之后他被调往京城，凭借出色的政绩升任至兵部主事，远远超出了之前预言的仕途极限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年近50时，他还得了一个儿子，彻底打破了命中无子的结局。袁廖凡的经历印证了那句话：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时。人一旦觉醒，每一天、每一处、每一事都蕴含着重生的契机。在《了凡四训详解》中，作者提出了今日生的概念，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过去的那个你随时间走远，明天会是什么样子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正如蔡崇达在《命运》一书中所说，我们生出了自己的命运，我们是自己命运的母亲。人生由多种因素共同构成，只要其中一个发生变化，人生的境遇就会重新排列组合。兴衰荣辱，福祸成败，如同流动的水，没有定势，也没有定局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没有一成不变的命格。在岁月的涛浪中，你完全可以靠自己改变人生的流向。那么如何才能改变命运呢？作者在解读《了凡四训》时，领悟到一个立命的规律：每天去做一件小而切实的事，生活肯定会有所改变。他举例说，过去他觉得自己性格孤僻，在生活中总是格格不入。领悟到这个规律后，他开始努力改变，时刻提醒自己与人为善。在家对待女儿，他不再苛刻，结果女儿和他的关系亲近了许多。在单位对待同事，他变得谦逊，团队合作也顺利了。
如今他人缘变好，朋友增多，完全摆脱了孤独的命运。为了帮助更多人改变命运，作者在书中提供了袁廖凡先生的3改方法。做到以下3点，人生境遇必定大有不同。1. 是上改。所谓是上改，就是改正根深蒂固的坏习惯。袁廖凡分析过他当年做不了大官的原因，既没有突出的功绩，又不愿意做繁琐的小事，还心胸狭窄，恃才傲物，说话轻率，随意议论。而后来他之所以官运亨通，就在于他改掉了这些毛病。他开始耐心处理积压多年的宋玉，带领全县百姓疏通河岸，开垦废地。在为人处事上，他也放低姿态，虚心向有德行的人请教，说话办事都变得小心谨慎。仕途顺遂后，他感慨道：今欲祸福而远祸，未论行善，先须改过。也就是说，想要获得福报，远离祸患，在行善之前，首先要改正自己的过错。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，不管3721，先把旧习惯改掉，再确立新习惯。你会发现，新习惯会凝聚新的力量，从而撬动命运的齿轮。2. 礼上改。更深一层来看，改变命运本质上是思维模式的转换。所谓礼上改，就是认知的迭代。作者引用了心理学家卡罗尔·德维克的终生成长概念。人的命运之所以不一样，是因为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。思维固定的人默认一切都是天定的，因此放弃了挑战，变得逆来顺受；而具有成长型思维的人相信自己的力量，会抓住机会，争取一切想要的东西。袁廖凡也曾笃信人被一种名为天理的神秘力量控制着，但在云谷禅师的提点下，他明白了所谓的天理不过是一种规律。比如在城市的逻辑上，他明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没有捷径也没有绝境。在个人成长上，他明白要多读书多思考，不能盲信经验，要看到万物的本质。袁廖凡说：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，义理之身岂不能革天？意思是说，即便肉体是有定数的，但是在道义和理性层面上，我们完全可以超越命数的限制。通过修习提升认知，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规律，人就可以超越命数。驾驭命运的力量从来不在别处，它就藏在你的思维里。3. 心上改。除了云谷禅师，袁廖凡还有一个老师王基。王基是王阳明的弟子，经常对袁了凡说：无善无恶，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而要做到致良知，还得回到本心的修行上。在书中，作者列举了袁廖凡的3个修心秘诀：写日记、念清净咒、写符箓。写日记是为了反省自查，而念咒写符则是为了锻炼专注力。受此启发，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。比如在家里打造一个独处的角落，每天冥想10分钟，或者发展一项爱好，每周抽出时间沉浸式的做事，再或者去读一些修心的书籍，吸收融合先贤的智慧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只要有了修心的意念，命运也将随心而动。禅语有言：一切福田，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为人一世，心修好了，命就好了。在了凡四训详解的开头，有一句很扎心的话。作者说，我们之所以一辈子过得平庸，甚至不如意，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框定在一个叫命运的格局里。而当我们读完这本书后，对所谓的命与运就会有了新的理解。当人面对一件事，按照过往的习惯与思维做出的行为就是命。如果我们所做的行为不再按部就班，
而是吐故纳新，创造出了新的机会，那么这个机会和转机就是运。所以命是定数，运是改变。所谓逆天改命，逆的不是外面的天，而是内在的自己。了凡四训中说，趋吉避凶，断然由我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修言万般皆是命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只要学会向内求索，乾坤变数就尽在掌控之中。然而在追求改变命运的过程中，我们也要学会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。正如作家寇世奇所说，中年是众生喧哗的年纪，外界的一切声音都会被无限放大，并搅乱你的生活。人到一定阶段，日子越来越喧腾热闹，种种噪音也就随之而来。这些杂音会不断地分散你的精力，扰乱你的内心，让你陷于烦恼和痛苦。只有及时屏蔽，主动从喧嚣中抽离出来，你才能获得身心的平和。中年以后，一定要学会调低生活的音量，屏蔽一切干扰，你才能沉下心来，在纷扰的世界中做自己的掌舵人。以下是几个具体的建议：一、外界的非议要学会过滤。曾有人在微博上问蔡澜先生：先生，我该如何面对别人的非议？蔡澜只回了4个字：不理没事。生活中我们总会碰到一些无缘无故的恶评和没有由来的诋毁，这些非议的声音，你越是放在心上，它越会反复折磨你。你若是不在意，它们就会像一阵风从你身上轻轻吹过，丝毫不能影响你。相声演员于谦就曾经历过这样的困扰。随着名气越来越大，各种非议也就随之而来。有人说他没有才华，纯靠傍上郭德纲；有人说他抽烟、烫头，带坏青年。那段时间，他每天都在关注外界的评价，经常焦虑的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。直到病了一场，他忽然想明白了，活在世上，无非是你说说别人，别人说说你，你要是往心里去，就是自寻烦恼。自那之后，他关闭了微博，也不理是非。闲下来了就爬爬山，逗逗鸟，把日子过得充实有趣。有演出时，他一门心思好好准备，力求做到最好。过滤了种种非议后，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，他都过得非常充实舒适。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发现，这世上没有不被评说的人，而且无论你怎么做，都会有人看不惯你。你热情待人，有人说你假惺惺；你寡言少语，又有人说你假清高。你回归家庭，有人说你不思进取；你努力工作，又有人说你争强好胜。众口难调，流言难避，总是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，你就输了。巴菲特说过，要把别人的评论当作无足轻重的事，那些让人不爽、影响心情的言论不如不理，那些阻碍自己前进的恶语尽快屏蔽。中年以后，闲言碎语别理会，是是非非随他去，少在意他人的评价，你才能觅得一片清净之地，过好自己当下的每一天。二、别人的干涉要学会不听。作家马德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个男子毕业10多年却一事无成，他非常不解，就去找一个智者解惑。智者问他，这些年你都做过什么？年轻人回答说，刚毕业那年，我喜欢写作，但有人说作家没前途，我就放弃了。接着想去做程序员，有人说程序员容易猝死，我也没继续学。之后销售行业爆火，但又有人说你上大学难道就去卖东西，我又没干下去。智者说道，别人怎么讲你就怎么做，过于盲从，你就只能原地打转。年轻人听完，这才恍然大悟，便拜谢而去。现实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，总是听从他人的建议与指点，最后将自己的生活过得面目全非。乔布斯说，不要让别人的议论淹没你内心的声音，你的想法和你的直觉。少听别人的建议，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，你才能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。80年代，画家刘晓东已经画了好几年，但作品却根本没人看。当时就有老师建议他走古典主义路线，
画大场面。身边同学也积极为他出谋划策，有人提议让他尝试怪诞的现代主义，有人让他直接模仿名家的风格。可对于别人出的主意，刘晓东一概充耳不闻。他表示要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，继续走写实路线，记录普通人的日常。没过几年，他就推出一系列独特的画作，获得无数好评。正是忽略了旁人的声音，让他得以坚持己见，成功攀上了艺术的高峰。村上春树曾说过，别人怎么说与你无关，尽管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，只要你清楚自己在寻求什么。生活本来就是自己的，不属于别人的看法。人到中年，不要让任何人干涉你的人生，忽视他人的声音，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，你才能活得自由而清醒。3、生活的噪音要学会屏蔽。网上有个提问，成熟应该具备哪些特征？有个高赞回答，只说了3个字：屏蔽力。年轻时，我们认为热闹是必需品，习惯秒回每一条消息，不愿错过每一次聚会。直到经历多了才明白，那些喧闹只能让我们在浮躁中疲于奔命，徒劳消耗自己。中年以后，把耳朵关上，屏蔽所有嘈杂，你才能专心做好自己的事。作家斯蒂芬年轻时常常步行半小时到后山一处空地看书。有人不解，花1个小时在往返路上，为何不留在家里看更多的书？在斯蒂芬看来，待在家里可以节省通勤时间，却要花费更多精力去处理来自电视、电脑还有朋友们的干扰。后来参加工作，他依然保持这种习惯。每当到了预定写作的时间，哪怕滂沱大雨，他也要离开公寓，前往阅览室。安静的阅览室隔离了所有工作和社交上的喧闹。在这种环境里，斯蒂芬内心平静，文思如泉涌，写出了一本佳作。最强大的时间里说，真正的境界是内心的宁静感，静到名利不扰，尘世不扰，己心不扰。平庸的人追逐喧嚣，优秀的人却选择将生活调成静音模式。歌德放弃夜夜笙歌的贵族生活，在无人问津的老宅埋头研读，终成一代文学巨匠。梭罗远离人声鼎沸的纽约，在荒僻的湖边隐居，这才有了流传后世的《瓦尔登湖》。正如圣雄甘地所说，别害怕自己与世隔绝，你能以安静的方式改变世界。面对喧哗的世界，与其追逐热闹，不如给自己腾出一方僻静的空间。中年以后，学会主动降低生活的噪音。无意义的饭局要懂得拒绝，外界纷扰的信息要学会屏蔽。当你能不被喧嚣打扰，不为人事忧心，自然能定下心来，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。周国平在《安静的位置》中写道，不管世界多么热闹，热闹永远只占据世界的一小部分。热闹之外的世界无边无际，那里有着我的位置，一个安静的位置。现实中那些喧哗的声音听得太多，只会乱你心神，让你迷失自我。主动屏蔽身边的噪音，你才能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。中年以后，少理会他人看法，别掺和外界热闹，在安静中不断充实自身，将生活调成静音，修炼出更好的自己。除了学会屏蔽外界的声音，我们还要学会不算人情账，不算得失账。黄永玉先生有句话说得通透又洒脱，我的心手都忙，顾不上琐碎的恶意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容易被眼前的小事左右，过分在意别人的一言一行，计较一针一线的得失。但小事算太精，大事就会拎不清。当你把格局放大，把眼光放远，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根本不值得你浪费情绪。不算小账，才能以超然的姿态活出大自在。具体来说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。1、不算名利账。在小说《人生海海》里，上校是一位立下赫赫战功的退伍军医，但他曾遭受过日本女高官的囚禁，对方在他肚子上刻了一排文字。出狱后，
上校决定不婚不育，想要把这段往事掩盖。可偏偏怕什么就来什么，他所居住的村子里，关于他的风言风语一刻也未停歇。最终，上校的秘密还是暴露在了所有人面前，而他也因不堪名声被毁，彻底发疯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一旦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就很容易迷失自我，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一场悲剧。不把它当回事，才能忠于本心，活出自在。自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，围绕在莫言身边的争议就没有中断过，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帽子，在文坛的声誉大受影响。一次在南京签售，右边是刘墉，左边是韩寒，俩人的签售队伍都排得老长。站在莫言前面的队伍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，显得格外冷清。可莫言非但没有表现出半点失落，还乐呵呵地快速完成了签售。在他看来，自己跟大多数人本来就没什么区别，并不需要外在的崇拜与认可。他也很清楚，别人怎么对待自己，并不会改变他的价值。启功先生有句座右铭：立身苦，被浮名累，涉世侮辱本色难。为人处事，名利这本账算得越多，越会适得其反，被其拖累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路却在自己脚下。负面的评价屏蔽就好，片面的误解无视就好。以本色示人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，你若练就真才实学，这个世界自会给你应得的尊重。2不算得失长。浮生六记中写道：人生碌碌，径短论长，却不到枯荣有数，得失难量。很多人终日为利长短而奔忙，却不知道所谓荣辱得失是谁也无法估算的事。贾平凹的小说《废都》在国内出版后，曾因内容争议性太强而遭到封禁。后来有位叫安波兰的法国翻译家找到贾平凹，表示希望以1万美金买下小说在法国的版权。可等签完了合同，贾平凹才得知，对方在合同上所写的根本不是1万美元，而是1万法郎，两者相差4、5倍。贾平凹气得当即就决定飞往巴黎和对方打官司。可考虑到远在异国，语言不通，律法也迥异，没过多久他就平静了下来，想着作品能借此走出国门，就算吃了点亏，也终究是好事一桩。然而就在贾平凹决定将此事彻底翻篇之际，惊喜从天而降，废都法文版一举拿下了法国文坛大奖费米纳文学奖。得奖的消息传回国内，废都的文学价值得以被重新审视，最终获得解禁。回顾这段经历，贾平凹感慨万分，想不到自己甘心认栽的吃亏，竟能换来意外福报。南怀瑾先生讲过一个故事，明末崇祯年间，有人画了一幅画，巍然耸立的松树下有一方大石，大石上摆着一个棋盘，棋盘上面摆着几颗疏疏落落的棋子。高僧苍雪大师看到后，心有所感，在画中题了一首诗：松下无人一举残，空山松子落棋盘。神仙更有神仙着，毕竟输赢下不完。短短20个字，为我们道出了输赢得失间的真谛。人生如对弈，把小赢小利算得太轻，看得太重，只会自找不快，耗损心力。笑着吃亏，无介于怀，才能集中精力做真正重要的事。3不算人情账，费力的关系不强求。一段关系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，需要经历什么？一个心寒的瞬间就够了。人心易变，人情易淡，再好的感情也有敌不过现实而过期的时候。沈从文和丁玲都是湘西走出来的作家，两人10余微时，曾经交情深厚。沈从文比丁玲大2岁，交往中常以兄长自居，给予丁玲许多帮助。每次丁玲和丈夫胡也频起争执，都会跑去找沈从文，把他当成给自己撑腰的娘家人。在胡也频被捕后，也是沈从文在帮助丁玲四方奔走，并东拼西凑借钱给他渡过难关。
可沈从文付出的这些情分，到了丁玲眼中，却成了朋友间理所当然的本分。后来，随着各自生活境遇的改变，两人之间的观念差异越来越大，矛盾和隔阂也变得越来越深。1949年，沈从文特地携妻拜访丁玲，不曾想丁玲竟一脸冷淡，对他避之唯恐不及。面对好友疏离的目光，沈从文的心瞬间降至冰点。他没有再做刻意的解释与迎合，只是默默起身离去。无论什么关系，情分被消耗殆尽，缘分便走到了尽头。人和人的相处之道，没有谁欠谁，只有谁不珍惜谁。别人对你好，我们自然要投桃报李，互敬互重。但若不能以心换心，那就各自安好，各生欢喜。余生短短10几载，不必为得不到谁的回应而感伤，也无需为过往的人情障而费神。随缘而行，远离所有辛苦维系的关系，只和舒服的人在一起，才是成熟人生应有的活法。4不算恩怨账，过往的伤害不执迷。作家三毛在读中学时，曾遭到数学老师的故意刁难。一次，老师单独拿给三毛一张试卷，考题都是尚未教过的方程式。三毛无从下笔，考了个0分。为表惩罚，老师手拿毛笔在三毛的脸上画了2个大鸭蛋，还命他到教室走廊来回走以示众。那天，老师无情的羞辱和同学们肆意的嘲笑声，都化成了一把把尖刀，深深扎进他心中。他拒绝再到学校上课，童年时光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。直到三毛去往撒哈拉生活，终于释怀往事的他，在书中写道：世上的事情本来便是恩怨一场，怎么算也是枉然，不如就叫他们随风而去吧。人这一生遇到的人形形色色，有人来扶持你，帮助你，也定然会有人来打击你，折磨你。学会以豁达的心态放下恩怨情仇，不计过往是非，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。杨绛从社科院下放到河南西县的干校时，被一个绰号叫刺头的年轻同事狠狠批斗过。后来刺头因没钱，无法回老家看望生病的妻子，问遍了所有人，却唯有杨绛愿意帮他。刺儿头从老家回来后，杨绛不仅主动询问对方近况，还拿出积蓄借给对方买药。旁人对杨绛的行为颇为不理解，但他心里比谁都有数，冤冤相报只会无了时。梁凤仪有句话，嫌弃怨气是要我们练习咕噜一声就吞掉肚子里消化掉的，何必让它造成寻找幸福的障碍？人之所以总有那么多陈年旧账过不去，皆因心有偏执，太过较真。你执着于什么，什么就会折磨你。停止恩怨纠缠，不翻旧账，只向前看。从你释怀他人伤害的那刻起，你就解脱了自己的心。墨汁滴在一杯清水里，这杯水立即变色；落在大海里，大海依旧是碧波浩渺。这世间得得失失不过是寻常。一个人最终能否过好一生，贵在是否看得淡然，想得释然，活得坦然。无关紧要的人别放在心上，鸡毛蒜皮的账别惦念计算。很多事情到最后未必都会如愿以偿，但你若愿意，都可以将它一笑置之。记住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正如《了凡四训》中所说，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只要我们坚持向内求索，不断努力和成长，就一定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让我们以一个更加开放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，相信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带来改变。不要被过去的经历所束缚，也不要被他人的评价所左右。做最好的自己，走最适合自己的路。最后，让我们记住黄永玉先生的那句话：我的心手都忙，顾不上琐碎的恶意。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最美的光彩。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努力，保持正确的心态，命运终将为我们让路，美好的未来终将属于我们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
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